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周日至周一访华，成为拜登政府就任后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然而，就在此访前，美方继续一贯伎俩，从多领域向中方施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周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四川成都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第3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副国务卿舍曼来华之前再次表示，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王毅应询向记者表示，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美国总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向美国施压，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方更不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如果美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跟其他国家相处的话，那么中国就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的给美国补上这一课。事实上，对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傲慢表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早在今年3月的安克雷奇中美高级别对话上就已经阐明了中方立场。杨洁篪向参与对话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除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4月中旬访问中国以来，双方再无其他高层级官员互访。近期，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后，经中美双方商定，舍曼于周日至周一访问天津。中方宣布，主谈的是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对于美方多次提出也希望拜会中方领导人，中方考虑按惯例安排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谢峰同舍曼会谈之后，在天津会见舍曼。然而，就在此访之前，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再度放话称，美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中美关系要有护栏，以使竞争不会发展为冲突。正如中方一再指出的，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指手画脚，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有分析指出，对于中美关系，中方虽然呼吁合作，但中美互动是有底线和红线的。中方亮出自己的坚定态度，也意味着美方能否尊重中方，才是这场会谈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对于舍曼访华，当然我们欢迎对方来谈谈，但是呢，中方对于舍曼访华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动向，并没有抱过高的期待。也就是中国看到了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的动向，积重难返。美国国内的政客在煽风点火，而不是灭火。中国希望通过舍曼的行程来向美国传递清晰的信息，这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于让美国放下幻想、停止误判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毅本月3日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然而从近段时间美方的表现看，显然是来者不善。台海方向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3次派军机以所谓行政专机或民用飞机的身份降落台湾，搞擦边球式的挑衅。南海方向，美军军舰擅闯中国的西沙领海闹事，并企图煽动域内国家搞对抗。在涉港问题上，美方不仅发出所谓香港商业警告，还对7名中方官员进行恶劣的所谓制裁。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联合其盟友发表所谓共同声明，诬陷中国实施所谓恶意网络攻击行为。美国司法部还向4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涉及所谓入侵电脑系统的黑客攻击行动。外界还注意到，舍曼访华之前连续出访日本、韩国、蒙古3国，在东京与日韩副外长级官员举行3边讨论，其中就涉及对台海等问题的表态。分析认为，美方强调要为中美的激烈竞争设立所谓护栏，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但美方口中的护栏只不过是以他的利益为标准进行划定，
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方利益，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现在美国做的一系列的对华政策的负面的动向，确实是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危险，而不是更稳定。那么，为什么美方要谈护栏？一方面，我觉得美国在回应盟友的需求。美国很多的重要的盟友，包括美国的欧洲的盟友，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指挥棒起舞的，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有质疑，甚至是有一些恐慌的。他们希望看到大国关系的稳定，所以护栏似乎一方面是说给盟友听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说给中国听的。护栏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是美国要与中国建立某种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美国要掌握规则制定权，要让中国按照美方的行为的模式来进行运作。实际上，一面谈合作，一面小动作不断，已经成为美国的固有伎俩。今年3月，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一天，美方突然宣布对14名中方官员施加所谓金融制裁，不仅破坏了会谈气氛，更让美国政府的信任度荡然无存。有分析指出，拜登上台刚满半年，面对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为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保住执政地位，所以必须在中美对话中展现强硬姿态。相比之下，舍曼此行更多侧重于工作层面，或许更加务实，但对中美关系后续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首先呢，他看到美国在内政的方面有一个烂摊子难以收拾，所以此时呢，以中国的议题来进行所谓的立场的团结，成为了他饮鸩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另外呢，在涉华的一系列的政策动向上，拜登呢反而是捡起了特朗普留下的一些负面的资产。在这样的一种政策的走向的指引之下，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动作变形，越走越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今明2天到访天津，您是如何展望舍曼此访？中美双方将围绕哪些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呢？是的，美西，舍曼此次访华的行程在最后时刻才敲定，给了外界充分的遐想空间。外事交往，客随主便是行规，想去哪，想见谁，你可以提建议，但是否能够真正成型，还是要尊重东道主的安排。但无论如何，见总比不见强，舍曼还是来了。舍曼此访调子已经提前定好了，所谓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美方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外交关系的管理是一个很专业的国关词汇，中方当然也希望中美双方合理管控分歧，聚焦共识。但美方的傲慢之处就在于，从美方的视角看来美国是管理者，中国是被管理者。正如拜登政府用竞争、合作、对抗来粗暴定义中美关系，带着浓厚的强盗逻辑，是所谓霸道风格。美方重提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但早在安克雷奇，我们就已经掷地有声地回击到，你们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已被我们公开否决的话语再次出现，足见美方依然没有放下傲慢与偏见。这股执拗也让舍曼此访多了一丝来者不善的意涵。当然，中方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王毅昨天那句强硬的给美国补课论，足以体现中方态度。美国必须学会以平等的态度与其他国家相处，这是中国平视外交的重要内核，也必然获得国际社会的拥护。因此我个人推测，中美此次在天津的外交对话将聚焦中美关系的相互管理，而非单边管理，聚焦良性竞争与扩大合作，聚焦避免冲突。至于外界推测舍曼此访将会为中美元首年内会晤提前铺路，我倒是想提醒一下美国方面，中美关系之间的负面清单有点长，比如特朗普执政时期的遗毒未除，又比如对香港、台湾、新疆的干涉举措，再比如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政治化。要想在中美关系上得分，拜登政府多少得亮出一些实质性的诚意。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这段时间将在天津接待蒙古外长，与舍曼的会晤并不是所谓的专程会见，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给自己加戏。